结语：正确的工作胜过正确的工作。本书开篇提到了托马斯的故事。他曾经相信通往幸福的关键在于追随自己的激情。出于对这份信仰的忠诚，他追随自己对禅修的激情，来到了位于卡茨基尔山的一个偏远的寺庙。在那里，他认真地进行禅修学习，并专注于冥想和思索冗长的佛法讲座。然而，托马斯并没有找到期待中的幸福。相反，他意识到，虽然所处环境变了，但与来寺院前相比，他还是完全没有两样。之前，他不断地换工作，并且坚信自己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天职。但到了寺庙，那种想法仍然没有消散。回想引言中的托马斯，这种顿悟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他伤心流泪。于是他坐在寺庙的周围的橡树林里，伤心地哭了。大约10年之后，我在一个咖啡馆里见到了托马斯。这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不远。那个时候，他正在德国工作，来波士顿是为了参加一场会议。托马斯又高又瘦，留着短发，戴着一副窄边方框眼镜。这似乎是欧洲知识工作者的硬性要求。我们坐下来喝着咖啡，然后托马斯向我讲起了他在禅宗经历之后的生活。据我所知，在离开寺院之后，托马斯重新做起了银行工作，而之前因前往卡茨基尔山去追随激情，他已经离开了2年。然而这一次，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对理想工作不切实际的幻想曾占据着他的头脑，而在寺院的经历则让他从这些幻想中解脱出来。现在，他能够专注于分配给他的工作以及如何顺利地完成这些工作，而不用像以前那样，因为不断地在当前工作和某种将来的未被发现的神奇工作之间做比较而感到心力交瘁。他的这种专注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成果得到了管理层的认可。工作9个月之后，他升职了。接着，他再次被提拔，然后又是一次。2年之内，他从一个低级别的数据录入员升级到了一套计算机系统的负责人职位。然而，这套系统管理着超过60亿美元的投资资产。我见到他时，他所负责的系统管理着5倍于原来的资产。他的工作很有挑战性，但他享受这样的挑战。另外，他的工作还让他感受到了尊重、有影响力以及自主力。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在规则2中论述过，这些稀缺而宝贵的特质正是打造理想工作所需要的。托马斯获得了这些特质，但他的获取方式不是将自己的工作与内心的激情相匹配，而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从而生产资本，然后巧妙地将其兑现。管理计算机系统可能不会让托马斯每天沉浸在昨日旧梦的幸福之中。他现在意识到那根本无法实现。一份充实的职业生涯要比他曾经的幻想更加美妙，那就是正确的工作胜过找到正确的工作。要想找到职业幸福感，他需要的不是什么完美工作，而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对待现有的工作。我觉得托马斯的故事很适合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因为他总结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正确的工作胜过找到正确的工作。这个思想很简单，但是却又极具颠覆性。
因为几十年来流传着职业建议都是关注激情的神秘价值，而他一举将其推翻。他让我们不再幻想突然有一天找到了职业上的幸福感，而提供一种更加清醒的方式来让我们获得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托马斯的故事留在了这里。我希望能够有机会通过前面的4条规则与你一起探讨正确的工作微妙之处，并且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来说明如何使用这种观点来提高自己在工作上的乐趣。我希望在了解这些观念之后，大家对托马斯的故事结局不再感到意外。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相信，只要我继续坚持在探求中发现那些想法，这份热爱只会加深，不会减弱。托马斯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同样的感觉，本书所记录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我希望能够与你们一起来分享这份自信。为此，让我们以本书探索出那些规则为指导，不要执迷于寻找自己真正的天职，而要去掌握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一旦你积累了这些技能所产生的职场资本，就要明智地运用好它。你可以用它来获取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的自主力，以及用来找到并实践某项改变人生的使命。这种理念诱惑力虽然不如放下一切归隐山林那样幻想，但是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如果下次你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梦寐以求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只要你鼓起勇气就能得到，那么不妨在脑海里想象这样2幅画面。首先，想象执迷于激情的托马斯伤心地坐在树林里哭泣。接着换上另一幅画面，10年后，一个微笑的、自信的、专注于价值的人与我一起喝着咖啡，一边聊着天。后一个版本的托马斯看着我，并无讥讽刺意味地感叹道：“生活真好。”